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个超级精彩的相亲故事，主角是一个来自广州的25岁女模特。哇塞，年轻貌美，身材火辣，男嘉宾能不激动吗？我敢说，这故事绝对会让你们听得津津有味。说起相亲，可能有人觉得这是老一辈的传统，但其实现在在大城市里，相亲早就成了年轻人找对象的一大法宝。工作忙得跟狗一样，社交圈小得可怜，想认识新朋友谈个恋爱哪那么容易啊？所以我们这个相亲节目就应运而生了，专门给单身男女搭个桥，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缘分。我做婚恋服务好多年了，见过的单身男女没有1000也有800，撮合成功的案例更是数不胜数，有的甜得像蜜，有的虐得像戏，我啥没见过啊？但今天这个故事绝对是我职业生涯里的高光时刻。为啥这么说？因为这位女嘉宾实在太出色了，不光外形炸裂，内在也很有料，简直是666的存在。男嘉宾看到她，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场面那叫一个热闹。舞台是我们相亲节目的录制现场，那天天气特别好，阳光洒进来，微风轻轻吹过，整个大厅都弥漫着一股期待的味道。节目组也是下了血本，现场布置的浪漫又温馨，粉嫩的灯光打在舞台上，背景音乐舒缓动听，空气里仿佛都飘着恋爱的酸臭味。观众席上坐满了人，大家都瞪大眼睛等着看好戏。女嘉宾是第一个到的，她推门进来那一刻，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她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，裙摆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晃动，像仙女下凡似的，身材高挑的不得了，腰细腿长，曲线流畅，皮肤白的跟牛奶一样，简直就是行走的衣架子。哇，这身材，我要是男嘉宾，估计当场就得喊妈妈，我恋爱了。不过我毕竟是专业人士，表面上还是得淡定，心里早就炸开了花。男嘉宾们随后也陆续到场，个个都是精挑细选的好苗子，有事业有成的老板，穿的西装革履，气场2.8米，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，讲话温文尔雅，还有阳光大男孩，笑起来露出8颗牙，活力满满。他们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对爱情的渴望，眼神里透着期待，估计都在想今天能不能拐个媳妇回家。节目还没正式开始，我就站在后台偷偷观察。女嘉宾一上台，全场瞬间静的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刷刷刷的聚焦在她身上，连呼吸声都小了。她微微一笑，朝大家挥挥手，声音甜得像蜜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美，很开心能来这里跟大家认识。这声音一出，男嘉宾们眼睛都亮了，有的直接张大嘴，露出那种天啊，我捡到宝了的表情。我站在旁边看着，心里暗暗赞叹，这女嘉宾的杀伤力也太强了吧，光这身材和气质就已经把全场镇住了，更别提她待会儿还要露脸。那一刻我就知道，今天这场相亲绝对会火得一塌糊涂，男嘉宾们估计要为了她抢破头。在正式开场前，我先上台暖场，顺便介绍了一下女嘉宾的基本情况。我拿着话筒笑眯眯地说，各位，今天的女嘉宾可不得了，她叫小美，25岁，来自广州，职业是模特。小美从小就喜欢时尚和艺术，大学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模特圈。她不仅在 T 台上光芒四射，还拍过不少广告和杂志，圈里人都说她是潜力股，前途无量啊。我顿了顿，看了看男嘉宾们的反应，果然个个都听得两眼放光。我接着说，除了事业有成，小美还是个很有爱心的女生，她经常参加慈善活动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是个内外兼修的好女孩。这样的女生站在你们面前，心动不心动啊？话音刚落，男嘉宾们齐刷刷的点头，有的还使劲鼓掌，现场气氛一下子就热起来了。介绍完，我退到一边，心里暗自得意，这样的女嘉宾简直是相亲界的王炸。我倒要看看男嘉宾们使出什么招数来抢人。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，节目组设计了一系列环节，让女嘉宾和男嘉宾们互动，看看谁能擦出火花。第一个环节是男嘉宾的自我介绍和才艺展示，规则很简单，每人3分钟时间，想怎么表现都行，但必须抓住女嘉宾的心。男嘉宾们一听，立马摩拳擦掌，准备大干一场。第一个上场的是个年轻老板，他穿着笔挺的西装，走路带风，
自我介绍时声音洪亮，我叫阿俊，32岁，自己开了家公司，平时喜欢健身和旅行。我觉得男人要有责任心，能给另一半安全感，希望有机会跟小美多聊聊。说完，他还秀了一段肌肉，引得观众一阵欢呼。第二个是个画家，长得文质彬彬，讲话慢条斯理。我叫小雨，28岁，职业是画画。我喜欢安静的生活，平时就画画，看看书，希望找一个灵魂伴侣。他拿出一幅画送给小美，画的是个女孩背影，很有意境。小美接过画，笑着说：“哇，这画好美哦，谢谢你了。”第三个是个健身教练，阳光帅气，身材1级棒。他直接脱掉外套，露出一身腱子肉，然后表演了一段街舞，动作干净利落，全场都看呆了。他跳完喘着气说：“我叫阿伟，26岁，喜欢运动和做饭。如果小美喜欢，我可以天天给她做健身餐。”这话一出，观众席上笑声一片，小美也捂嘴偷笑。男嘉宾们轮番上阵，个个使出浑身解数，有的唱歌，有的跳舞，有的还现场做了一道甜品。每个人都卯足了劲儿，生怕在小美面前掉了链子。小美坐在评委席上，认真听着，脸上始终挂着甜甜的笑，时不时点头，时不时鼓掌，看得出来她对这些表演都很欣赏。我站在旁边看着，心里暗暗给男嘉宾们点赞，这群小伙子还真有两下子，才艺一个比一个精彩，气氛炒得热火朝天。不过重头戏还在后面，等小美上台亮相，那才是真正的全场高潮。终于轮到小美自我介绍了，她优雅地走上台，拿起话筒，声音清脆动听：“大家好，我是小美，25岁，来自广州，很开心能来这里认识大家。我是个简单的人，喜欢旅行、拍照，还有吃好吃的。希望能在这儿找到一个聊得来的人，一起过开心的小日子。”他的介绍不长，但字字真诚，语气里透着一股自然和善良。男嘉宾们听完纷纷点头，有的还小声议论：“这女孩好真实啊，声音好好听，感觉人也很温柔。”观众席上也爆出一阵掌声，大家都被她的气质圈粉了。接下来是问答环节，男嘉宾们可以向小美提问，挖一挖她的喜好和想法。第一个发问的是那个老板阿俊，他站起身，笑着说：“小美，你对未来的另一半有啥要求啊？”小美歪着头想了一下，回答：“我觉得他要有责任心吧，能让我觉得靠谱。还有，希望他是个有趣的人，生活不会太无聊。”这回答简单又实在，既接地气又有点小浪漫。阿俊听了连连点头，说：“我完全符合啊，我超有责任感的。”这话逗得全场哈哈大笑，小美也忍不住笑了。第二个提问的是画家小雨，他推了推眼镜，认真地问：“小美，你喜欢艺术吗？会不会想要一个懂艺术的伴侣？”小美笑着说：“我很喜欢艺术哦，尤其是摄影和画画。如果另一半也喜欢，那就太好了，可以一起去画画、拍照，感觉很棒。”小雨一听，眼睛都亮了，估计已经在脑补两人一起创作的画面了。问答环节热热闹闹地进行着，男嘉宾们的问题五花八门，有的问他爱吃啥，有的问他平时咋打发时间。小美每次都耐心回答，笑容满满，让人觉得她特别亲切。丽姐我站在旁边看着，心里暗暗为她打 call。这女孩真是又美又有智慧，难怪男嘉宾们都这么上头。第一部分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，接下来会进入更刺激的互动环节，男嘉宾们和小美会有更多面对面的交流。节目结束后，小美和阿俊正式开始了他们的恋爱之旅。牵手成功那天晚上，阿俊就迫不及待地在微信上给小美发消息：“小美，今天真的太开心了。能跟你牵手，我感觉自己是全天下最幸运的人。”小美看着屏幕，嘴角不自觉上扬，回了个可爱的表情包，外加一句：“我也很开心啦，谢谢你今天的表现。”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聊到半夜，甜得像是刚从蜜罐里捞出来似的。没过几天，阿俊就约小美出去吃第一顿正儿八经的晚餐。他选了一家环境超浪漫的西餐厅，灯光柔和，桌上还摆着小份的玫瑰花束。小美一进门就惊呼：“哇，这地方也太美了吧！你是怎么找到的？”阿俊得意地笑：“嘿嘿，我可是提前做了功课，想给你一个惊喜。”点餐时，阿俊还贴心地问小美有没有忌口。小美摇摇头说：“我啥都吃，就是不太喜欢吃辣。”
阿俊立马记在心里，点了份奶油、蘑菇、意面和牛排，两人边吃边聊，气氛温馨的不行。吃完饭，阿俊提议去附近的江边散步，夜晚的风有点凉，小美穿的单薄，阿俊二话不说就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，说别感冒了，不然我可要心疼了。小美低头笑了笑，心里暖暖的。她抬头看着阿俊，认真的说，阿俊，你真的很细心，我越来越觉得选你是对的。阿俊听了，脸都红了，手挠着后脑勺说，哈哈，真的吗？我还怕自己不够好呢。两人沿着江边走了一圈，聊着彼此的小时候、梦想和喜欢的电影，感觉时间过得飞快。不过甜蜜归甜蜜，日子久了，两个人的小差异也开始冒头了。阿俊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，平时工作忙得像陀螺一样，经常加班到深夜。小美呢，虽然也理解他，但她更喜欢有人陪着，哪怕是窝在沙发上看剧也好。有一次，小美好不容易约了阿俊周末一起去看电影，结果阿俊临时接到公司电话，说有个项目出了问题，必须回去处理。小美嘴上说没事，你去忙吧，但挂了电话后，心里还是有点失落。她忍不住在朋友群里吐槽，谈恋爱怎么比单身还忙啊？我是不是选了个工作狂啊？这事儿没过2天，小美就忍不住跟阿俊摊牌了。那天晚上，两人视频聊天，小美鼓起勇气说，阿俊，我知道你工作很重要，但我有时候真的很想你陪陪我，你能不能稍微调整一下时间呀？阿俊一愣，随即露出歉意的表情。小美，对不起啊，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是觉得男人得拼事业，才能给你更好的生活。小美叹了口气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好，但感情不也需要时间经营吗？阿俊听了这话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点头，你说的对，我以后会尽量平衡工作和陪伴你的时间。从那以后，阿俊果然说到做到。他开始把一些不紧急的工作推到白天处理，晚上尽量留给小美。有一次，他还特意请了半天假，带着小美去郊外野餐。阳光洒在草地上，小美一边吃着阿俊亲手做的三明治，一边笑眯眯地说，这三明治味道还不错嘛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。阿俊得意地说，那是，我可是偷偷练了好几次，就为了今天给你露一手。小美扑哧一笑，靠在他肩膀上，心里满满的幸福感。当然，小摩擦还是免不了，比如小美喜欢把东西随手放，阿俊却是个整理控，每次看到家里乱糟糟的，就忍不住念叨，小美，你这袜子怎么又扔沙发上了？小美翻了个白眼，哎呀，放那儿一会儿又不会怎么样，你也太爱收拾了吧。阿俊无奈的笑，我这是为你好，不然你下次找东西又要喊我帮忙。小美吐吐舌头，虽然嘴上不服，但还是乖乖去收拾了。两人拌嘴归拌嘴，却也因为这些小事慢慢磨合出了默契。时间一晃，两个人在一起3个月了。这天正好是他们牵手成功的纪念日。阿俊早早订了一家餐厅，还准备了一份小礼物，一条精致的手链。他在饭桌上郑重其事地拿出来，说，小美，这3个月有你真的特别开心，这条手链送给你，希望我们以后还能一起走更远的路。小美看着手链上的小星星吊坠，眼眶有点红。阿俊，谢谢你，我也很珍惜这段感情。她伸出手让阿俊帮她戴上，然后主动抱了抱他。餐厅里的其他客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。饭后，两人又去了他们第一次散步的江边。夜色下，江面波光粼粼。小美突然说，阿俊，你说我们以后会一直这么开心吗？阿俊握紧她的手，坚定地说，只要有我在，我会尽力让你开心。小美抬头看着他，笑了，那我也要努力，让你每天都觉得选我是对的。两人相视一笑，彼此的眼神里满是信任和期待。纪念日那天晚上，小美和阿俊从江边回来，心里都美滋滋的。第二天一早，小美醒来，发现枕头边多了一张小纸条，上面是阿俊的字，早安，小懒猪，我去买早餐了，起来记得刷牙哦。小美揉揉眼睛，忍不住笑出声，这家伙还挺会聊的嘛。她爬起来洗漱完，刚坐下没多久，阿俊就提着一袋热乎乎的包子和豆浆回来了。他一边摆桌子一边说，我特意跑了3条街，买了你最爱的那家小笼包，快尝尝。小美咬了一口，幸福地眯起眼，哇，太好吃了，你也太贴心了吧。阿俊嘿嘿一笑，那当然，宠你是我的终身事业。
吃完早餐，小美突发奇想，拉着阿俊在家玩起了桌游。她挑了个简单的拼图游戏，两人一边拼一边斗嘴。小美手快，拼得飞起，阿俊却老出错，还不服气地说：“这图也太难了吧，设计师有毒。”小美笑得前仰后合：“是你太笨了，承认自己手残很难吗？”阿俊假装生气，把她搂过来挠痒痒。小美一边躲一边求饶：“好了好了，我错了，你最厉害。”两人闹成一团，屋子里满是笑声。下午，阿俊临时接了个电话，说公司有点事要处理。小美嘴上说去吧去吧，但眼神里有点小失落。阿俊看出她情绪不高，走之前特意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尽量早点回来，晚上带你吃大餐补偿你。”小美一听，立马开心起来：“那我要吃火锅。”阿俊笑着点头：“没问题，火锅走起。”说完就出门了。小美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暖暖的，觉得有他在，日子再普通也挺甜的。晚上，阿俊果然准时回来，手里还提着一堆火锅食材，满脸笑意地说：“小美，你的火锅愿望我实现了，今天咱在家吃，气氛更棒。”小美一听，眼睛都亮了，立马跑去厨房帮忙洗菜。她一边弄一边嘀咕：“哇，你还买了牛肉卷和虾滑，太懂我了吧？”阿俊系上围裙，熟练地架起电磁炉，笑着说：“那是，我可是研究过你的菜单，保准你吃得开心。”锅底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香味飘满屋子。两人围着小桌子坐下，气氛温馨得不得了。吃饭时，小美夹了一筷子毛肚，烫好蘸酱塞进嘴里，幸福地眯起眼，啊啊啊！这味道绝了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阿俊看她吃得开心，也跟着乐，忍不住给她夹了块鱼豆腐，说：“多吃点，不然你老说我虐待你。”小美扑哧一笑：“哪有，你对我好得要命，我都怕自己胖成球了。”两人你来我往的聊着天，吃着火锅，偶尔还抢同一块丸子，笑声不断。窗外夜色渐深，屋里却暖得像春天。吃到一半，阿俊突然放下筷子，认真地看着小美说：“小美，跟你在一起这几个月，我真的特别开心，你愿意一直陪着我吗？”小美愣了一下，随即甜甜一笑：“当然啦，你这么会做饭，会宠人，我跑哪找这么好的对象去？”阿俊听了，傻乎乎的笑了，伸手握住她的手：“那就好，咱们以后一起吃火锅，一起过日子，好不好？”小美点点头，眼里满是幸福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火锅夜就这样在笑声和承诺中结束了。从那天起，小美和阿俊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，小吵小闹有，甜蜜温馨更多。他们一起旅行，一起做饭，慢慢变成了彼此生命里最重要的人。丽姐，我看着他们，心里也乐开了花。哎呀，这对小情侣真是天生一对啊！故事到这儿就画上句号了，祝福他们以后幸福满满，爱情长长久久。